苹果如果出了吹风机，应该就会长这个样子吧？你不觉得它有点像是 AirPods 的弧度吗？超级轻，然后超极简风格，没有多余花俏的功能，但是会不会其实细节很多呢？这支呢就是 Dyson 最近在台湾新出的吹风机 Supersonic R， 但是其实去年我在日本就已经先买了，然后已经用了1年了。那虽然我自己用了1年，但是对于大家来说，这个形状应该是前所未见。你可能会想说，哇，怎么会长这样？就是很像水管，然后心中呢可能就会有点小小的排斥。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因为毕竟我们之前用过的吹风机大概就是长那个样子嘛，这个形状呢还真的是第一次看到。那结果呢，我现在用了1年之后，我发现它不只是长得很奇怪，它有几个地方用起来，等一下实测起来你就知道了。那我们今天这支影片呢比较特别，就是我们除了会讲它到底好不好用之外，我们还会讲它最奇怪的地方。那这些奇怪的地方呢，我们等等直接就请来 Dyson 工程师直接拷问他们，没有错，直接正面对决。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赶快来看一下这台新的 Supersonic R 到底值不值得你升级吧。首先呢，来看到外表的部分 ，Supersonic R 最大的特色就是这个英文小写 R 的形状。那正如我刚才所说，一开始呢，我是真的还蛮抗拒的，因为就长得很奇怪嘛。那这个 R 型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设计？到底是哪一个天才想出来的？等一下也要好好的问一下。那我现在个人是觉得说，它这样子吹后脑勺是比较简单，你的手就不用整个凹到后面。再来说到它的重量呢是325公克，差不多等于 1.5 只的 iPhone 16 Pro Max。它不管是要跟其他牌比啊，或是跟以前的 Dyson 吹风机比，这台呢真的算是体积很小，然后也很轻。那这次台湾新出的3个颜色呢，我觉得都非常好看，尤其是我手上的这支粉红色，它上面的全部的细节都是粉红色的，就是包含按钮啊、logo 全部都是同色系，整个少女心大爆发啊，就是平常放在那边心情就会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按键的部分，它上面这个是开关键，然后下面左边是3段风量，然后右边是3段温度。你会看到呢，它全部都是走一个极简风，然后按钮小小的，还蛮可爱的。再来看到正面的部分呢，它这边有一个冷风按键，就是你按着它就是出冷风。那再来呢，我们看到吹嘴的部分，它总共有3个吹嘴，然后它现在上面预设装的就是这个快速干发吹嘴。顾名思义呢，就是让你快速吹干头发用的。那再来下一个，这个是柔顺吹嘴，它会吹出比较多的负离子，那我觉得是比较适合收尾使用的，而且它蛮特别，就是你可以用直的，也可以用横的。那通常都是用横的，然后这样子往上吹下来。那再来最后一个呢，是柔和干发吹嘴，它的形状非常特别，它很像洒水器，我坐上去看看。有没有？就真的很像一个浇花用的洒水器。那这个呢，它吹出来的风是比较温和，然后很适合怕热啊，或是头皮敏感的人。不过呢，我目前平常使用都是用它预设的这个快干吹嘴，它的风会比较集中。那如果你喜欢柔和的风的话，用这个洒水器柔和吹嘴，我觉得风是很舒服。那它这个吹嘴里面呢，其实细节也蛮多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装上去的时候，它就会自动调整到最适合它的风温还有风速。然后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它这个吹嘴是有记忆的，就是它会记住你上一次用它的风跟风速是什么，然后每一个都不一样。也就是说你平常可能搭配使用的话呢，你接上去就不用再调整，它就会自动调整到你最喜欢的那个设定。那为什么它会记忆呢？就是其实它里面是有晶片的，所以它装上去之后，它就里面就会自动沟通，所以蛮贴心的。那还有一件蛮怪的事情啊，就是这支吹风机它没有装吹嘴是不能使用的，就是它在这个状态是不能开机的，就是我开给你们看。那就是完全不能开机。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设计呢？我自己也是非常的疑惑，所以这题等一下我们也是必问。那再来下一个呢，我们来看到它的电线还有变压器哦。它的电线呢是200公分，然后看到它的变压器其实还蛮大一个的。那到底为什么会设计成这么大一个？等一下我们来问看看工程师哦。那也因为它这么大一个，你在插座的时候就要稍微小心一下它的重心。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到实际使用的部分。我们实测呢，从全湿吹到全干，总共是4分34秒，算是非常快。因为我的头发呢其实偏厚啦，然后长度大概到胸部这边，那是在室内没有开冷气的情况是4分34秒。那其实蛮出乎我意料，就是它风力其实蛮大的，然后蛮够用的，然后它的温度也够热，但是不至于到烫的程度。那我有发现呢，它这个快干吹嘴，它吹的范围比较集中。那你吹头皮什么的，其实就很快干。因为以前我用其他吹风机呢，我头发是要整个翻到前面，然后像鬼一样才能够吹到后脑勺的头皮。那除了这个 R 型很容易吹到头后面之外，我觉得它的单点风力很强，就是感觉到你今天就算是湿湿的头发，它还是可以吹到你的头皮，因为它那个风力是可以穿透湿发的，所以我的头就不用整个翻过来。那在使用上面呢，因为它很轻，所以你左右摇晃都还蛮轻松的。然后你就算拿很近也没有关系，因为它有温控，所以不会烫到。那我个人觉得这个快干吹嘴啊，很适合你早上只剩下10分钟用头发就要出门，然后头发又超厚的人，其实就是我本人啦。
再来另一个我自己觉得还蛮惊艳的点，就是它的噪音真的有比较小声。那后来我有去看，他们其实有针对噪音的部分改它的结构，就是会降低震动或者降低摩擦，所以它的噪音就不会那么大声。还有就是发热的部分哦，它整体吹起来它的温度是非常稳的。然后你吹完的时候，有些人会担心它的那个吹风机过热，然后被烫到。其实它会发热的部分只有最前端这边，你就算拿这边啊，你也不会被烫到，这边都还是 OK 的。这点我还蛮惊艳的。所以总体而言呢，这支 Supersonic R 它的大重点就是它的风很集中，然后它的噪音很小，然后它这个 R 型很好吹头后面，加上它的这个吹嘴有记忆功能。不过有没有发现我们刚刚讲的那么多，其实累积了还蛮多的问题的。例如说为什么要改成这个形状啊？然后它的变压器为什么那么大一个？还有就是为什么它一定要装吹嘴才可以开机？我告诉你，我也不知道。所以接下来我们直接请到 Dyson 工程师本人来帮我们现场解密。今天呢，非常高兴邀请到了 Dyson 的吹风机工程师楼晨来到我们现场，直接给我们正面对决。Hello， 楼晨。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Dyson 美发科技品类的工程师楼晨，我来自新加坡。那今天非常有荣幸呢，可以有这个机会和国妹一起合作，然后向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新产品背后的科技。好，那首先呢，想要问一下，因为就是它这次那么小那么轻，可不可以稍微请楼晨跟我们解释一下它里面的设计有哪些很特别的地方吗？那我们可以最直观的看到嘛 ，Supersonic R 它主要的差别呢是它这个形状，它是一个这样 R 的形状嘛，所以它也是 Supersonic R 名字的由来。那为什么它可以变得这么小这么轻呢？如果你们还记得 Supersonic 以前不是有它的头的这一部分还是蛮大，有一个一定的大小嘛，对不对？那我们可以把它变得这么小呢，是因为呢，第一，我们采用的这个最新的加热器呢，非常的小，非常的薄，它就在这个弯曲的这个部分里面而已。就不像传统的那些就是开绕式用电线去加热气流的那种科技嘛，所以这加热器是全新设计的。总的来说呢，我们就是可以保持的这个它机身本身呢，非常的瘦小，非常的轻巧，它是从头到尾都保持了同样的那个直径啊，就3.8公分的这个直径啊，就是可以让气流更加的顺畅。好，然后下一题呢，就是我们这次应该很多消费者都会很疑惑，就是为什么它的那个变压器插头会这么大一个？那个变压器里面到底是有哪些东西？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Supersonic R 和 Supersonic 的形状来对比哦。你可以看到呢，它的上部分，它的头的那一部分差别还是挺大的嘛。因为 Supersonic 它的头呢这么大块哦，它有好一部分呢是加热器，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电子板。其实如果是 Supersonic Neuron， 你从这个透明的盖你就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这个电子板嘛，它其实里面有2块这么大的这个电子板。那 Supersonic R 的电子板在哪里呢？Supersonic R 的电子板呢，其实就是在滤网和马达的中间这小部分，就非常短、非常小片了。为什么它可以这么小呢？是因为我们将大多数的这个电子板呢移到了它的插头上面去。可以让你们看一下这个插头哦，插头呢它就变大了，因为它里面组装了很多个电子板嘛。虽然插头是变大了，可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完全不会影响我们的操作啊，还有那个使用感嘛，对吗？然后再来下一个呢，就是想要问一下，为什么这次的 Supersonic R 它一定要装吹嘴才可以使用呢？ Supersonic R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形状就是一个 R 型嘛，我们就是想要让气流非常的顺畅的被输出，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出风口呢是将气流都聚集了在中间嘛，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这个加热器，对吗？所以因为为了安全起见呢，我们怕有任何的消费者可能想要去触碰它里面还是什么，所以我们要确保你在使用的时候呢，一定要利用吹嘴，它可以将这个加热器的部分呢盖起来，就是确保我们完全动不到嘛。那第二个功能呢，就是要确保我们打出来的这个气流呢，它是非常精准的嘛。可是为了达到不同的造型、不同的功能，像有时你要吹干头发，有时你想要顺滑头发呢，它是需要将气流呢改变气流的那个形式嘛。吹头发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将气流稍微扩散的，所以这个吹嘴呢，它是可以将气流的扩散稍微大一点点，让你容易吹干整个头的。可是当你在达到不同造型的需求时，像这个呢，它是可以达到一个顺滑的效果，它输出来的气流呢是比较平面的，就好像一张纸这样一条线这样，就是可以让你很轻易的去打造一个非常顺滑的这个表面。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想要把气流呢改变它的形式，来达到不同的造型、不同的效果。再来呢，就是我觉得所有消费者应该都会非常的好奇说，这一次的 Supersonic R 跟以前的 Supersonic Neuron 到底设计上面有哪些差异？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说，Supersonic R 跟 Supersonic Neuron 他们要怎么去选择呢？全部都买，开玩笑哦。
如果你是细软发，你主要只是想要吹干头发的话，那我觉得全部都一样好 ，Supersonic 啊 Neura 或者是 Supersonic R。那如果你对敏感头皮有想要注意的话呢，那 Supersonic Neura 就很好，因为它有这个保护头皮的这个功能嘛。那如果你的头发是属于比较粗硬的，你平时需要做造型去打理它，让它更加的滑顺，对吗？Supersonic R 就是很好的选择，因为它的温度是比 Supersonic 还要高，而且呢，它的气流比较精准，就是你打造型啊，或者是内扣啊，它会更加的滑顺。然后重点就是呢，如果你的头发又长又厚，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吹干头发的话呢，那我也是非常推荐 Supersonic R， 因为它非常的轻巧。可能你第一次使用，或者是你马上这样子去比较呢，你感觉不太到它的差别嘛。可是相信我，你用了10分钟，然后你每天用下来呢，你就会发现它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对，我自己也觉得，就是感觉越用越好用，因为有的时候你是要真的长时间的去使用它，你才可以感觉出来那个巨大的差异。因为重量其实差一点点，用久了就差很多。是的，尤其是我很喜欢的，就是因为它很小巧嘛，它的头的这一部分也变得就是非常的轻巧。你就是在吹后脑勺的部分呢，就非常的轻而易举，记得吗？就传统如果它的头比较长比较大呢，你要吹到后脑勺，你就必须要拿的比较远一点嘛，然后你的头啊和你的肩膀、你的手就会比较酸。可是这个呢，就非常的容易。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访问差不多就到这边，很感谢这个 Lotion 来到我们这边回答我们的问题。那每一次 Dyson 呢推出新品，我自己都非常的期待，那就期待之后呢有什么更新更酷的东西出来，我也会第一时间来帮大家做影片。那我们今天呢就谢谢 Lotion 来到我们的现场咯，谢谢大家，拜拜。最后呢，不知道以上的这些问题有没有帮大家解惑了？就是这支 Supersonic R， 其实我一开始看到也是非常的疑惑，就想说到底会不会好用。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它的定位其实还蛮清楚的。就是如果你是发量多啊，常常赶时间，然后不太需要什么很花俏的功能，追求风大，然后不要吹到头皮烫的那种人呢，这支就还蛮适合。还有呢，就是如果你会用吹风机整理头发，例如说用梳子吹个内腕什么的话，这支真的很适合，因为它的风就是很集中，那它整个吹干头发的过程都是非常舒服的，因为它体积变小，然后重量又减轻，其实算是还蛮大的进步，而且它吹干又快，所以现在呢，我差不多用了1年，其实算是有点日久生情啦，就是觉得它的外形真的还蛮好看的，就是这个颜色你能拒绝吗？就是很可爱啊。所以呢，今天这部影片不知道大家对这支吹风机是生火还是灭火，欢迎在下方留言区问我问题啊，或是跟大家一起讨论。那这支吹风机呢，我也会一直持续的用下去，如果之后还有什么特殊的新品，我也会赶快来开箱给大家看。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